有，我现在看得到我自己的画面。然后我的头是不是在镜头？对，我觉得应该上一个，因为我的帽子进不去，对不对？进了哦。好，你看我这个画面可以在手机看到我的录影。这重新一个吗？现在对，你看我从这边就可以控制手机，强不强？强。好不好？连肥猫都不用。哦。那我今天要跟明芳一起介绍一支，这一支是艾丽根的那个牧羊少年。对，但是牧羊少年有2款。这是浓情版，不是一般的那个版，不是古龙水那个版本。所以说实在话，我也没闻过。所以牧羊少年分为薄情跟浓情这2种，这意思吗？就古龙跟浓情。古龙是跟浓情这样子。对，好。那在介绍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这顶帽子。好啊。这个是豪哥送我的。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我已经没有生日了。对，就是。这是你的礼物。礼物，这是豪哥祝福我们2022。更加的谦虚，然后要更加的努力，这样子。有老人家的祝福总是很特别，这样子，好不好 ？OK， 那回到牧羊少年浓情版，有做过功课了吗？就他这一支，我想先闻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它跟原版的有什么差异。真的，所以你还没闻过？我没闻过这个版本。那太好了，我也还没闻过。这个版本的不知道差异性在哪。我之前闻过古龙版本的，其实我觉得它的后调算是男香里面算是蛮美的，而且它不厚重，因为我比较怕香水对于男生太厚重，显得有一点老人味这样子，老人哦。那但是这一款就让你觉得就是个少年的感觉，而且是气质型的男生。因为恩迪米翁，我们之前是取。他之前很久以前那个版本是取最早是翻恩迪米翁，恩迪米翁是宙斯的儿子。哦，宙斯是什么神？天神啊。天神。他是掌管所有的神。真的、啊？对。OK， 就是所谓的，刚刚下午才拜拜，就所谓的玉皇大帝了。对了，西洋的玉皇大帝。西洋的玉皇大帝。OK， 所以这是玉皇大帝的儿子，宙斯之子。而且我觉得它新的盒子包装，它有小巧思以前没有这么美。以前虽然也有这个 mark 啦，对，可是新的代理商代理之后又多了一点巧思。上面这个头是月亮。月亮，对啊。这个是人家说它是月亮女神的对香嘛，对不对？对。哦，跟月亮女神是一对的。还蛮妙的，他之前没有嘛，因为可能是因为要呼应月亮女神，所以我后来发现他这个瓶子上写一颗月的样子。是，对。那你也可以说它这个瓶子就是这颗球反光也可以了哦，对，就是各自解读了嘛。对啊，对。那你在还没闻这个味道之前，你觉得Endymion 这个淡香水、古龙水跟浓情版会有什么差别？因为我看它的香调后面写有焚香。然后古龙版的主要是咖啡，我不知道这个版本还闻不闻得到咖啡。古龙版的特色在于它中段有咖啡香，真的。可是因为以前有咖啡香的香水很少。但我就它出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在闻的时候，我没有闻到咖啡香。对啊。没有，我就觉得它是很。以男子来说，他是一个美男子，唯美男子。那是不是新的代理商有调整过版本？那我们来试试看。对啊。也顺便看看这个浓情版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好不好？对。因为他说他有焚香味，就好，他应该蛮特别。你们还这么专业，还要手来？因为我怕喷到别人。对。好。有，它有这个 Endymion， 中文叫什么？牧羊少年淡香水，一开始的前调是走这个，没错，就是薰衣草加豆蔻的味道。薰衣草加豆蔻 ，OK。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香调有豆蔻啦，什么小豆蔻啦，还有连林香豆，但是老实讲，我们讲归讲，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它们分别什么味道。
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找另外一个特辑，我们分别对于这个香材一个一个来解说，好不好？对，因为豆蔻分很多哎。对啊。像这一支是肉豆蔻，然后还有小豆蔻。那有素豆蔻吗？没有。哦，没有。好，有肉不是就有素吗？他说他前面有香柠檬，可是我觉得好，你有闻到吗？我没有闻到香柠檬，但是我有闻到柑橘在里面有一点带皮的感觉。你知道我最近开始在喝这个绿色拿铁，你知道绿色拿铁是什么吗？就是一颗苹果，然后加这个，现在冰箱里面是小白菜嘛，把小白菜塞进去然后呢就加水打起来。你今天只有苹果加小白菜吗？小白菜还有香蕉了。那你喝起来是什么感觉？哇，真的很赞。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就在思考说，因为我这个苹果呢，整颗进去，它是皮没有削其实很多水果的精华是在皮。对啊，对不对？你还是要洗的，怕有那个。那我就在想，我明天要做的，因为我还有那个橘子嘛，柳丁啦。你要把橘子皮拿？对，我要把橘子皮，你不要全部的皮，你可以把这个大概可以进来欢迎，可以把这个1/5的皮拿来打果汁试试看。那我觉得现在里面这个柑橘就类似有一点这个皮的味道在里面。对，你有闻到吗？我是觉得薰衣草跟豆蔻味道闻起来比较明显。有，你讲薰衣草。然后因为它的文案就写说什么闪亮的香柠檬在鸡皮上。闪亮的香柠檬在鸡皮上跳舞，鸡皮疙瘩上面。不是啦，那个鸡皮啦。鸡皮那个是念鸡吗？对。OK， 好。那什么？香柠檬在皮革上面跳舞。我就觉得薰衣草跟豆蔻味道很明显。有啊，你这样讲，薰衣草确实有比较明显，比淡香水版的它的薰衣草是更加的强烈。对，因为它这个就有点，它是写后面有焚香嘛。是。我觉得它就是比较浓郁的负起香调。OK， 那我感觉它有一点点旷野之心的味道在里面。有。我没有认真的闻过旷野之心我任何一个版本都没有认真闻过。那它是介于，如果淡香水是美少年版，美男子嘛花美男，那这个浓情版就有一点美少男。花美男再介于渣男一点之间。不会渣吧？你知道他渣吗？因为旷野之心是被列为这个渣男首选项嘛，所以如果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想要变小坏坏的这种。可是我觉得恩迪米翁还蛮稳重的。是没错，但是有的渣的也很稳重。好啦，就是他是英国绅士的渣法嘛。对啦，就是谈吐也要优雅，行为也要英国绅士的这个行为优雅嘛，对不对？谈吐也要幽默嘛，对不对？品格也要优秀嘛，是不是？但是做起来的事就是渣，这样子，好不好？对。好，那你觉得这一支，你觉得男生合适在什么样的场合？它其实我觉得算跟古龙水都算安全，比较安全一点的香，就是你上班喷，我觉得 OK。然后，上班它还蛮适合在任何一个场合是哦。因为它就是会增加你个人魅力的一个香味。对。那你觉得早上合适还是晚上的时候合适？晚上。对，我觉得这个浓情版是晚上，特别晚上的时候浓情蜜意的感觉嘛，对不对？更加强烈。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后面那个焚香出来，可能跟古龙就会有差异。OK。对，古龙可能更适合白天一点，然后这一支浓情版我觉得还蛮适合晚上。是，我觉得到中调了之后，这个薰衣草比较没那么呛之后，现在味道又更美更稳然后慢慢有一点你说的焚香木质调开始要带出来的感觉，现在中调正在走。古龙，你们会觉得古龙版也很中性吗？古龙，我觉得女生也很合适我还是觉得浓情版女生也 OK。很 OK 啊，它就是男女之间都很 OK 的。因为我觉得它后面还蛮柔的。是，所以我就说它是个
花美男的感觉啦。哦，对，要找哪一只？金色那一只，它纹金色那一只。好啊，没问题。有吗？哪一个？好，欢迎试用哦。对，可以一起入境也可以。对，那如果男生用这一支，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讲说它的场合可能是晚上更优于白天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支比较适合温柔一点的感觉，就是有的男生他是很 gentleman， 但是没有那么阳刚，是，他适合没有那么阳刚的男生，是，然后或是很注重时尚的男生 ，OK， 注重穿着。我所谓的对时尚就是，他可能连一个领带或一个领夹都很注重那个会注重小细节的那种男生，对。但有一些小细节，男生如果太重视小细节过了头，就变得蛮讨厌的。他会不会太过于？不会啦，就是只是英国绅士的那种 feel， 是，然后只是比较重流行，他会重视流行的打扮这样子。好，因为好，别人你可以说，因为有的人是在他衣服上很时尚嘛，有的人是小细节他很时尚，我觉得这是属于小细节时尚那一种。小细节。对 ，OK， 好，那男生年纪这一支比起古龙水你闻过吧？闻过。那两个相较起来，你觉得？我其实认真说吼，我不喜欢帮香水分年纪。不喜欢帮香水分年纪。觉得其实每一支香水，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使用。是。今天完全取决于你当下你自己想要的心情，是你自己想要跟自己相处，还是你要给别人什么感觉？因为每一支香水都有阳光的一面，是，然后有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用的。OK。我觉得这一支还蛮适合晚上你想展现个人魅力，或是你有时候想要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支都很适合。反正它很适合晚上。OK， 对。这支当晚安香也 OK 晚安会太迷人。我觉得这一支很适合自己跟自己睡觉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跟喜欢的人约会的时候。真的。对，晚上也可以，就是不会那么的过，然后又会吸引人的香味。会。这个连男生闻了都会觉得。假如说男生喷这味道，我觉得男生闻了都觉得，这个是很有非常 charming 的，非常有吸引力的，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OK， 好，那我们前调先大概介绍到这边。我觉得这一支应该是这样。怎样？男生就是要展现个人魅力的男生很适合。OK。女生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女生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有时候也是会想要喷男香，假装自己是被呵护、被宠爱的感觉，对 OK， 这一段讲得蛮好的，这还蛮适合的。是 OK， 好，那我们前调先介绍到这边，好，待会回来再看它牧羊少年浓情版的后调会怎么变化，好不好？好，那我们待会回头见，拜拜。不同角度看起来是不同的。对啊。深蓝跟亮，就真的很像天上闪耀的星星。对，每一个角度都不一样。觉得新的集团是用心在它的包装上。有，而且瓶子的材质都比以前稳定多了。对，它是很新的。真的吗？那我们已经在录了。已经开始录了吗？对。好，那我们对观众讲话大声一点，好不好？因为这距离比直播的时候还要再远一些。好哦。那后调，焚香来有出来，焚香完全出来。对，我觉得后面真的是就是带清新皮革的焚香，是，而且它的焚香不是那种很厚重，它闻起来是舒服的。对，不是那一种笨重、旧臭的，不是。有的焚香，对，就是不会像有的焚香像庙里拜拜的香，它没有，它完全没有。对，它是些微的焚香，然后又有一点皮革感这样子，那它是舒服的皮革，不是那种厚重沉重的皮革，那非常舒服。肥猫觉得嘞？我觉得这种的皮革就像它这就是在高级上面
类似 LV 这种出现的皮革，不是一般在市场那种买到的皮革，是不同等级的 label。那你都去哪里买这种皮革？我都是去菜市场。哦，所以我今天觉得它很棒。OK， 所以之前有闻过 LV 的皮革了哈，还有爱马仕皮革也是真的是很强的。OK， 那这一支跟古龙水版，我觉得后调走法就完全又不太一样。不一样哦。但古龙水版的，你还记得它的后调比较怎么呈现吗？如果两支要比较的话，你就会觉得浓情版的后调真的比较稳重跟成熟。对对对，是。对，差别在哪呢？就是你走进了一个餐酒馆，你看到的浓情版它就是一个抽着不是雪茄，是那种小雪茄。对，小雪茄是什么？小雪茄不是大支的那种雪茄，是小支的。对。可以吸进去的吗？雪茄不能吸。小支好像可以耶，也不行。也不行。对，我没有抽过，我不知道。小支也不行。到这个舌根这边，就要吐出来。为什么说他是抽了小雪茄的男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焚香感混杂的鸡皮。哦。OK。就有那个 feel。那古龙版比较像是，就我刚刚讲的比较时尚的年轻男生。对。OK。那你自己，你比较喜欢淡香水版还是浓情版这一款的？我自己都蛮喜欢的。对，我自己也觉得它的两款其实味道我都还蛮喜欢。我觉得两支可以叠在一起，搞不好会有不一样的 feel 哦。因为它走法是完全不太一样。对，其实只有走法不太一样。只有薰衣草是一样的。那这一款我觉得，如果两个硬要做差别性的比较，我觉得牧羊少年古龙水版是早上就可以开始合适。对。它是比较清爽一点的男生的感觉。那浓情版我觉得是大概晚上6、7点之后开始展现夜晚魔力跟魅力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餐厅吃饭，或者是约会，或者看电影，它都会带一点稳稳的这个温稳的感觉。对。让女生会觉得，这个是个可靠的男生的感觉。那但是一样还是保有牧羊少年一致的帅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牧羊少年古龙版的，其实他更应该也要入手这一支。是。因为就是你可以白天喷那个古龙版，然后晚上你如果有要跟朋友或是你的亲密爱人约会，你就可以用这一支去补。对。味道不会有冲突。不会，这是第一个。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没有古龙版，我更欢迎它，我更建议可以入这一支。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支的味道比较显香。OK， 是。那你会给他在这一支牧羊少年，因为牧羊少年算是在派丽跟南香里面算是一支很主推的、蛮经典的一个。它是畅销版。是。那你会给这个定位在哪一种香调呢？它算是改良版的负气香调，它后面有对，它后面多添加它就是多添加焚香跟皮革的负气香调。OK， 好。那如果以焚香负气香调，你会给它0到10分，大概在什么分数？这一支可以8分啦。8分。因为它好穿。你给的这么低哦？因为豪哥都9分起跳的。不行，我太爱香水，我太爱香水，给一支香水这么完美。了解。我觉得永远没有完美的香水，因为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明白。那他有时候还给到15分，那怎么办？给到15分，哇，怪不得他每一支都买。OK。他可能比我更热爱香水，可能我要求太完美。那以后我们听到这个明芳的版本，可能分数没有。可是你要先想，我为什么要给他8分啊？对我而言8分很高嘞。OK， 了解。那你会不会看我们的影片，从头到尾都9分以上？会不会？有啊。有太高。没关系，
豪哥喜欢就好。对，喜欢就好，对，因为那是我们个人评分。对啊，因为他喜欢，他就会买，他才开箱嘛。对，所以他喜欢，他觉得9分，他才会买它。对啊，他不会介绍一个6分的。他不会啊，因为他不可能啊，因为他不可能去买那个6分的啊。因为豪哥的影片，重点是这些都是他买了之后来拍的，所以当然每一个都是9分。是啊，因为他爱啊。哦，那我们现在明芳介绍都不是明芳买的，都是公司的。没有啦，因为有很多香水，因为真的有很多香水，我也当然会有我自己很爱的。可是这一支，毕竟它是男生的，那如果以男香来讲，我给它8分。第一个是我觉得它是安全又实穿，是，然后它是好搭的，对，不管你要搭你的服饰，或是你要搭你的场合，我相信这一支应该会是很多人入门潘海利跟这个品牌的第一支男香，对，因为它比较没有太危险的，对，不危险，对，不管它的香调或它整个包装，它都是安全，是，好，所以它可以给80%男生，我觉得都是很合适的，对，是安全的，对，它是安全的，那包含说你涉猎80%的异性对象，也会是安全的，就是他们闻起来，女生会闻起来就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一支香水你喷出门之后会被人家说你今天喷什么香水？对，它就是一支很安全，反而会让人家想靠近你的香味，然后它又你说它没有特色，它又还是有特色，因为好的香水就会耐人寻味嘛，那会让人家想要靠近你的香水，一定都是耐人寻味的香水，所以我觉得它是 OK 的。对，这一支讲得很好。好，那要换你问我要。对，那你有什么感觉？对，这是我的感觉啦。你是男生，感觉应该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男生用这一支的话，特别是浓情版，晚上应该是我目前拍影片到现在，我觉得它是最美好、最美。花美男、斯文男生，但是又带一点小小的魔力的感觉。这个可能肥猫就不是很合适了，他还在旁边，他在旁边耶。我觉得这一款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候用它，会加倍的凸显它的香气。特别在这个环境里面。OK， 那我如果给它分数的话，这一支。其实我一直都是给蛮高的，因为我是生意人嘛，我会给他到9分，我会到9.8分，9.8分，9.8分，因为你也喜欢呢，喜欢，对，因为你喜欢它。因为老实讲，潘海利根的第一支男香，我接触到的就是牧羊少年，那牧羊少年给我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古龙水版的，好，那浓情版我今天是第一次闻，它带有前面古龙水版一致性的呈现，但是后面2个走把完全截然不同。这是我觉得，你买到同一支，你不会感觉互相踩到线的感觉。对，不会，而且可以互相搭配。是，做一个早上古龙水版，晚上浓香精版这样子。OK。但这一支也很适合，就是像做那个前几天，姚坤不是在社团讲说，有时候你。香水闻这么多，我们需要清一下鼻子。OK。这一支就很适合男生清。香水洗。如果你这几天不想要喷太浓郁的香味，又不想失去个人特色，我觉得这一支很适合啊。是。对啊。好 ，OK。这一支我会给它评价很高。那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你会对这一支浓情版有更深刻的印象，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支再邀请明芳来。取代豪哥的位置喽？别这么说，没有不一样，我们走的对，我们是不同风格的。对，我们要看越来越不同人说的影片嘛，对不对？豪哥都是诚心推荐他自己觉得很棒的香水给大家。是，好，我们也非常谢谢豪哥，还有谢谢豪哥那个给我们这一顶2022新的期许，好不好？你看我连标签都舍不得拿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让人知道这个是正品，真的。是真的，是有标签的。好，那带一带录影完之后还可以拿回去退货这样子。没有了，不加进了。OK， 好了，开玩笑。好，那我们下一支见，谢谢明芳，谢谢。